出。国务卿卢比欧说呢，这个习近平把统一台湾当成他的使命，使命就要使命必达。哦，那如果说统一台湾是使命，那川普的使命是什么呢？是保护台湾吗？还是不是呢？哦，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要注意这点，说美国常常讲台湾是他的利益，但大陆讲台湾是他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这就差很远了。哦，这个我爱你，这是一种讲，我爱你到死。另外说，我不惜死了也要爱你，爱你立骨啦。这个有很大差别，好，有很大差别。我只告诉你那个程度的差别啊。美国不是台湾不好，美国也不是希望看到台湾这个被老光了去，不是的。但到最后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啊？那卢比欧现在他们美国很担心张又侠、刘振立啊，这个军委会副主席就是习近平的副手啊，刘振立参谋长。说这是要军队的清洗行动，所以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到底怎么发展。哦，100多个将军都被习近平洗掉了。哦，那将来是怎样？那也有人讲说，那万一遇到事情，习近平在军事上商量，军委会只剩下1个人了，怎么商量呢？哦，那大陆国防部说，我们绝不承诺放弃武力。哦，又在讲了。哦，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统一实现的最佳方式，会有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啊！好，那张又侠落马了以后呢，大陆国防部说，军队越反腐越有战力，我们愿跟其他国家继续对话交流，不会因此就中断交流了。但是呢，你说我们这样是不是削减了我们战力？没有。腐败就是削减我们战力，腐败除掉越有战力啊！这话讲的也没错了啊！腐败你还有什么战力呢？那另外呢，这个美媒分析，美国媒体说，哎呀，说本来华盛顿哦，美国跟这个张又侠很熟的，知道，现在不见了，其他人是谁我们也不认识。说因为张又侠是习近平同意作为跟美国联络的一个将军哦，因为呢，这个曾经有17个月。因为裴洛西访问台湾，17个美国跟中国跟美国所有的军事交流通通断了，根本不跟你。大陆的招就是不理你，比如大陆现在对民进党也是不理你，不跟你谈。然后美国好，你裴洛西来不理你，什么都不理你啊，17个月。哎，说张又侠是唯一习近平指定可以谈的，那现在这个人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哦，而且呢，少了张又侠向习近平进言呐，所以呢。简焕基对于亲台的行动，可能更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哦。那难怪之前有人放消息说张又侠把怎么核子机密啊给了美国，大概就因为它是一个窗口嘛。那另外呢，共军歼20A 哦，这是一个逆中战机，黄皮那个外皮很奇怪，很特别哈，黄色的皮哈，说已经进入量产状态哦，可以大量生产了哈。那另外呢？昨天演习台版的弹簧刀就是无人机了，发射5秒坠海滩，所以呢，中科院说无人机的翼面控制失效，那翼很重要，要控制翅膀啊，不能控制不是掉下来了吗？哦，所以呢，抗中保台不能只会打嘴炮，你真的要拿出实力来，给你那么多国防预算，弄个半天，怎么5秒就下来呢？哦，好，我们看一下。1月29号，大陆国防部举行当月例行记者会，多家中外媒体提前1个半小时到场。当天也是共军高层张又侠遭立案调查后，共军首场例行记者会。大陆国防部强调，人事异动不会影响对台计划。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8号受访时表示，张又侠落马后，中共高层作战系统暂时瘫痪，他担心大陆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敏感问题，所以在对台湾威胁没改变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相关情势发展。张又侠向美国提供了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一些机密信息，这是真的吗？不要妄加揣测，管控风险和这个防止误判上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我不知道您对此有何评论？坚决反对
对中方有关反腐行动的污蔑抹黑。解放军目前有几位有上将军衔、现役且在岗位上正常工作的将军？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供发布的信息。共军人事异动，外媒接连追问细节。大陆国防部则表示，军队整治贪腐会更有战斗力。请问下一次中央军委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然后将有哪些人员参加？我想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军队的军事秘密。近日，成都飞机工业集团释出数架歼20A 集体滑行试飞画面。外界解读这象征歼20A 进入量产阶段。有分析指出，歼20A 推力可达18.5吨，推重比超过10，使得歼20A 能处于不开加力的情况下，具备1.8马赫的超音速飞行能力。好，那么外国记者很有趣了哈，就是说将军军人那么都被换了怎么办？换了会升嘛，这是什么了不起呢？上将没有了，中将升上来；中将没有了，少将升上来。军队别的没有，这个升迁体系啊，这个很正常的哈。好，那谈到这个两岸呢，昨天我在这边专访郑丽文主席哈，那对中美台他到底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先入后美，本党一穷二白，人力有限，资源有限，下半年就要全力投入辅选，上半年完成，不是只有北京的访问，美国的访问，过去是怎么回事？可能我们国民党的这些幕僚都没有经验了。张荣恭副主席的关系就变成好像可以无缝接轨一样。预计2026上半年，郑丽文会访陆郑习会，然后访美。只是郑丽文的对美恩人、对陆亲人，说岛内党外似乎都有意见。美国人觉得怎样？现在不是啦，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美国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呢。他不要每一天吃葡萄说葡萄酸，一天到晚酸我啊！我没有急着想要抢头香，真的会告，一定要告。好，那太恶劣了。我现在证明给你看，你错了，你的消息是错误的。来，佩君。我想这个卢比欧说统一台湾是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哦，这句话有一点去脉络化，应该说是以大陆的教育跟社会氛围，那就算国内有一些人对习近平他的个人风格或者共产政权有所不满，可是我觉得大概不会有人把这个跟台湾统一作为他们的政府领导人可以轻易放弃的一个主张哦。那张又侠落马，现在普遍上这个多数的舆论大概觉得本质上还是习近平去巩固他个人政权领导权威的一个行动。我看到比较少的分析把他实质上的跟反贪画上等号。那可是我想美中这几十年来的这个外交行动，还有各自的情报组织的一些能力，双方的对话管道或者情报路线一定是这个千丝万缕，有非常多的脉络。那不管官方是如何去评论呢，那张又侠个人的这个落马或是异动，或者说要换轨到其他的这个路线去，大概就是花一点时间去顺流程，但是我并不觉得真的会让双方的这个台面上或台面下的对话完全失去对话的沟通管道。那倒是这个刚刚我们提到施凯尔到北京去跟习近平会面哦，虽然不至于导致英美中3个国家的关系马上翻转，那但是象征意义上为主，你大概一定程度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说，英国跟美国像赵大哥刚刚说的，虽然过去的这个血脉相通，关系紧密，但是你也去了解国际关系上面不适合把鸡蛋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任何有机会去跟这个美国去相抗衡的力量，然后维持这个互动，保留其可能性，我觉得才会让英国不会因为到某一天的时候，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只能继续被美国予取予求。那包括英国在内，其实很多的欧盟国家也都理解到，现在美国的武力为主的这个北约体系，当然是为了确保国防安全，绝对不可能去背离的这一个支柱，但是同一时间，这个美国过去以北约的名义，那他在要求各国协同，包括像是阿富汗或伊拉克这些军事行动，也让一些国家觉得这个行动本身可能已经超过了对自身国家的安全或者利益的防御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可能太偏向美国需求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让他们在执行这些行动的时候，可能慢慢的问号会一层一层叠加上去。这个大概也会是像是刚刚我们说的，施凯尔可能会做出一些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其中一个原因。老沈，我觉得我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川普的进攻原野攻，然后搞得心痛仇快，所以呢，习近平就很幸运的，他坐在那边享受近月远来，也真的是近月远来，所以不只是施凯尔啊，我这张图哈是 ChatGPT 画的不是很好，有错误，但是这个黄的，就是那一天在 Davos
川普讲说，我这个和平理事会要的人来签署19个国家，这19个国家我把它画成黄的。你像川普现在能够带领的，就是这些怕他的、拍马屁的这些没路用的假被修改，大部分就是回教国家、跟中东国家、跟一些真的没修派，这些就是现在是川普的天下。这个燃得不得了，你知道吗？燃的除了中国以外，有印度很大的经济体啊，还有欧盟，还有加拿大啊。加拿大现在因为它变成孤单了，澳大利亚基于过去同时英国领土的观念，澳大利亚挺大了。你看加拿大跟韩国签约，跟欧盟跟中国签约，现在连欧盟都跟印度签约了。你知道，还有呢，这中国，我觉得中国如果看得通的话，就不妨对日本跟对印度好一点。这个一条线连起来啊，川普你没得照，你真的没得照。至于讲到这个郑丽文所谓的一个亲人啊，一个恩人，我觉得全世界这个就假设在开会的情况，你看这个一个墙壁下面有个火炉，火炉上有油画，油画有万里长城。这个就是这个就在北京开会的样子。郑丽文的恩人跟郑丽文的亲人都是老虎而且现在握手了，两个人握手，但是手中都嘴巴里头都咬着一把刀子啊。那我们台湾怎么办呢？我们台湾如果做这个什么那个豪猪，就被踩死，对不对啊？如果做一个台湾之盾，台湾之盾。台湾之盾对老虎有用吗？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怪说蓝白都在阻挡1.25兆也好，或者国防预算也好，你搞清楚我们怎么办。所以呢，我本来是觉得说台湾的角色啊，大概就是一个狐狸。以前我说狐狸在树上看着他们两个相斗，我觉得做狐狸很多台湾人讲。好人唔做那做狐狸，咱们做豪猪啊，做刺猬啊，不啊，你也做豪猪打死啊，对不对？啊，做狐狸，大家讲当人做好，那做狐狸要冲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做狐狸精，做狐狸精。你看，但是这个图画的不好，这叫狐狸精啊！我回去还要再改，因为这个不可爱。狐狸精这个要有一点媚你看这个是它的尾巴露出来，在这里给你看，所以这个狐狸露出狐狸尾巴。这个呢，当你的恩人要的是钱，当你的亲人要的是你的身子，我钱也没了，身子也没了。为什么我要被？这叫什么？这叫人财两失那我为什么会被我的恩人予取予求？就是他说，你是他的骄傲的来源。他如果要动手的话，我不在乎，但是呢，不要惹我不开心。所以我们交的钱是要让他不开心的保护费啊，就是要他不开心，这个是很贱的，你知道，要让他不开心就要缴那么多钱。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你不放过我嘛，所以这两只老虎之间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因为我一向反对。没有修昔底德陷阱嘛？那个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始提案人就叫艾利森，艾利森也说没有了，这两只老虎不会只剩下一只，是永远有两只。但是我要警告全国居民同胞们，跟我们未来的国民党，现在的主席的高级干部殷乃金女士，这个两只老虎不会死掉，永远有两只，这是台湾的福气呀！而且两只实力不会差很远。因为实力差很远的话，就剩下一只了，就是旗鼓相当，差个2层之内，就远远在那边咬着刀子拼命握手。我们这个狐狸精有福了。我蛮认同那个大佬刚才讲到，不是要当狐狸精，就是说台湾呢。不要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较劲呢，当作是台湾好像就是难以承受或什么的而是要把台湾的价值呢凸显出来，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地位这么的重要。我听到赵先在讲到，就是说，今天呢，当台湾呢，
被美国看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有战略资产的，因为我们的半导体，这个是我们过去呢难以想象的一个局面，我们要善用这个部分。赵先昨天访问立文呢，赵先问的很直接，那立文回答的也很坦白，就是表示很坦率，哈，就是国民党跟大陆之间的交往，它没有什么暗盘交易啊，没有什么密室政治啊，都是可以跟大家来讨论的哈。昨天呢，赵先生的这个题目呢和立文的回答呢，他其实是非常有节奏的啊，就是说他有一整个图像，就在于是过去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陷入到西方的这些不管是媒体也好，或者是军事专家，西方的这些政要也好，设定在一个就是说两岸呢必然会有战争，哈，大陆呢一定要攻台，2023、2025、2027、2030，哈，那台湾呢就是在这其中里面呢被这些大国呢，特别是美国呢来运用的一个挑衅中国的一个棋子，哈。但是呢，那郑丽文呢，他所想象的两岸的这个部分，最高的使命当然是要和平。然后我们要去改变这个叙事逻辑，把这个主导权给拿回来。所以先是智库呢进行交流，要去拆解两岸。在过去这个也是9年啊，也是9年，国民党自己就已经9年没有进行智库的或者是这些的经贸的这个交流了啊。那就更别提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民进党他们现在完全不相往来。先恢复交流的层面。然后呢，为什么要去先访问中国大陆，再访问美国？这其实呢是要把有关于两岸之间的关系啊，两岸之间的未来，两岸之间的图像呢，我们要把主导权给拿回来。我们今天呢不是傻傻的就一直要等着，一直要被成在菜单上面跟被他们大国去议价的角色，我们要上餐桌啊，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而我们要去构筑的就是两岸之间的善意堆叠的这些的积木，建立起一个不因为政党轮替而受到影响的和平框架。我觉得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啦。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朝野了，不管谁执政，最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是和平了。就没有和平，不能打仗，没有和平，什么都没有了啦。哦，真的没有和平，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不管哪一党，你都要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目标是和平，你要怎么达到和平？也许民进党跟国民党有不同的做法，但你的目标都是要和平，然后大家可以公平嘛，哦，来讨论你的到和平之路到底可不可行？哦，有没有可能？哦，但是目前你看民进党，他没有要和平啊，他嘴巴讲要和平，他做的都是反和平、破坏和平的事嘛。不过老沈要台湾做狐狸精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狐狸没有了？很美，你看过吗？你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你听我讲的嘛。我有一次忘了到澳洲和纽西兰一个狐狸园，就是狐狸，我真的去看，我才了解为什么叫狐狸精。那个眼睛好细、好媚啊，好吸引人啊，跟狼啊什么完全不同。狐狸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才叫做狐狸精。休息再回来。好，昨天海鲲号啊首度潜航，因为大家一直希望在海面上已经走了5次了啊，就下去吧啊。那昨天呢很浅啊，说主要是测试声呐还有动力，就是在海面上可以走，水下能不能动？那另外呢，这个说我们的确是下得去上得来哦，那将来要移到甲一区，甲一区靠近小琉球哦，那个地方才够深。否则的话，你在港旁边不够深嘛？你怎么要潜得够深才可以啊？小琉球那边至少要潜到200公尺，甚至到300公尺。那昨天是从10到50到10到50啊。那到底昨天潜了多少？他们说到了50呢，今天要潜到100啊。那随行的这个借护的船是说，但是没有下太久了，没多久就浮上来了。今天要第2次潜航啊。那第2次潜航呢，可能会到100公尺啊。那另外呢，这个徐巧芯就说，其实最关键是200公尺以下。当然了，它是一来当然深，你不可能在100公尺一个潜进，在100公尺潜嘛，一定越来越深哈。那所以还要5次以上的测试，一次比一次深。那另外呢，马文君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了哈，他说原来的说有6个引擎主机坏了2个，到底修好了没有？哦，那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不要勉强了啊，能够潜当然很好。但是也不要勉强。现在最怕的是因为政治影响，哦，因为民进党当时把它搞得吹牛太大了，
其实这个潜舰是马英九后期就开始做了，我记得是林玉芳委员建议的，国防委员开始做。那本来就不容易嘛，人家都不卖给你啊，你要到处东找西找，东抽西聘啊。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最怕就是因为政治理由，说你说我来不及，我就做给你看，就麻烦了。就是按部就班哦，一个环节都不能少的了哈。那另外呢，他们现在说要6月交船，本来去年就要交船了，现在到6月交船，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考验了。它整个过程其实是漫长的考验了哈。那台船是说，不要说我们贵，我们是中价位，比我们贵得多，也不要说我们搞太久也有人比我们工期长等等哈，反正就是说我们不做了啊。那现在呢，徐巧芯也说。关键，因为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全数完成战术评估才重要。你整个要做完才重要。我们看一下。加油！海军加油！军士们热情为海鲲号加油，不止拉起红布条，甚至还有人就为了它从台南来到高雄。国造前舰的海鲲号在众人期盼之下，中午终于出现在高雄港进行第7度的海测。而这次包括台船以及海军的高层，统统都上到海鲲号来陪同检测。它在出航之前的航前检查这一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就像火箭发射一样，它在每一个检查它的准备动作跟所有的仪器设备。它是不是都是正常可以运作的情况下，所有的项目都 OK， 他们才会开始结缆出港。随时有任何状况是有可能会喊停，或者暂停，或者延后。2020年底开工的海鲲号，历经5年多的打造，29日首度进行潜航测试，预计下潜50公尺。上午接近11点，现场的军事迷就看到海鲲号现身，相当兴奋，预计会到外海一带来做测试。而军事迷们纷纷拿起专业设备来记录这一刻，因为潜舰对台湾很重要。对，所以台湾的防御非常重要，不对称战力的一种。台船预计未来也会分阶段下潜，不过海鲲号原定要在2025年的11月交舰，但如今还在测试阶段，就被外界质疑工期延宕的问题。而台船也回应整体工期属于偏快的水准，强调进度没有落后。好吧，前接要问费委员来，费委员。其实我认识这些海军退伍的大家都非常想。看到这个成功，希望看到啊，因为希望他成功了。那希望他成功，因为对台湾呢，我们攻击性的武器啊，其实台湾不会去主动攻击的。那攻击性的武器大概这是唯一的啊，或者很重要的哈。但平常这个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啊，我们基本上是要鼓励他了。你看我们台湾这是各种的系统是杂牌军，85联军中整合，东拼西凑嘛，哦。东奔西凑出来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其实我所了解潜舰，我曾经以前在立法院有咨询过哈。潜舰在郝柏村先生的时候啊，就有这个规划。当时像潜舰什么叫潜舰？潜舰就是你还要这个隐秘嘛哈。在台湾西海岸没有港口可以隐秘，只有东海岸。在台东那边本来一个峡，类似像峡湾。我们看那个法柜骑兵啊，那个电影啊，那个船就是从海峡上直接潜进去。而且那边有太平洋啊，这个水深够，对，水深够了。然后这个，但是当时评估了很贵，本来是要做的哈，所以我们建军呢，当然希望能够确保台湾的在。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讲，台湾的武力算是很强的，但是在世界上排22名，其中我想这个潜舰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跟你的领土啦、人口啊、GDP 都有关系哈。那平常讲这个，我们希望他海军呐、跟台船呐。好好的把它做好，毕竟当你有这个时候的人要打你了，你会考量的比较多一点啊。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台湾建军不是为了要打仗嘛，防御了，但是一定要防御，要均衡。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大家科技进步、生产进步，但是进步最快的是军工产业，大陆军工产业是2000年进步最快。2000年以后，台海两岸的军力是严重的失衡，严重的失衡。我们不是为打仗，但是要确保台湾的安全哈。我很希望这个能够看到它成功了哈。但是还是需要台船呢跟海军那边要好好加油。我基本上因为每年现在国防预算编很多，将来还要编2800多亿，再建7艘了哈。美国那个什么任性1兆2500亿啊，等等，国防预算现在从马英九的3000亿，蔡英文的6000亿，现在赖清德9000多亿哈。你光买也不是办法，
那以色列他就建立他的军工产业，他真的将来而且军工产业才能够影响其他的产业，比如我们现在开车要记录啊，什么哪一个交叉口，哪一个下流交流道，现在 GPS 从军方来的。军方的定位，然后就影响到民间，民间很多的科技都是军方来的，没错。所以台湾在这方面，如果你这个钱不是只是买过来买过去，如果真的能够扎根，做某些基础的产业，好好去研究，我觉得那才比较有意义了。否则买过来买过去，只是光花钱，几年后变成废铁。来，老沈，主持人，我想我们今天在座不管男女啊，每一个人都恭喜太子很成功，对不对？每一个人说啊，那个有危险攻击啊，那个就是废铁。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都向他成功，但成功又怎么样呢？我觉得跟老共比赛军工啊，比赛武器啊，是最笨的事情。我们几乎是在幼儿园的时代，老共已经在研究所了，你知不知道？你看，我们要在一定的年代里头要造的这个潜舰的数目，好，我记得好像8艘还是5艘。8艘，一共8艘，全部做完8艘。老共要建的航空母舰也是8艘，那我们怎么用潜舰跟它比航空母舰呢？这不是比这个，对不对？这个是难以想象，而且我们在进步，难道他没有进步的比我们更快吗？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讲，2026也好，2028也好，这个胜选的秘诀，不管你选什么，这个你要听，因为你要照选。是哪一个党可以给老百姓讲说，如果我执政，我不损尊严的情况之下，绝对没有打仗。但是如果你卑躬屈膝说老爸，我服了，我是你的狗，我是你的跟随，那你不打仗，这个不稀奇啊，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就是，但是你不一定这样说，我要伸张主权，这话就不是说，这个话讲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因为什么叫主权呢？就是说，我不伤尊严的情况之下不打仗，现在公料有老百姓听进去，你就赢了。至于你到底是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打了仗，是要打什么样的仗？比如说，我们现在花了一大笔预算在无人机啊，无人机是老共的强项大疆。现在我们那个高级的第一名是美国，第2名是土耳其。我们连土耳其都比不上，但是比较廉价的老共最厉害，所以我们去买了几万架，20万架。他说要买20万架，我认为那是乱讲的啦。我问你如果你达到20万架的程度，老共会有几万架？对啊，我觉得这是大问题。还有呢，无人机是防御性武器还是攻击性武器？基本上在乌克兰是攻击性武器，它有攻击性的。是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当你来，我们昨天演习有三种攻击性的，一架5秒就掉下来了。但是因为你把对方把无人机当作攻击武器来了以后，我用无人机把你打下来，我就变成防御性武器了。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防御攻击都不重要，就是说老共比你还厉害啊！你怎么选择这个？我同意，我们就发展无人机、无人舰艇。为什么？台湾人怕死，所以你说我要无人的。不管什么东西无人的，大家都赞成，反正我小孩就不会上战场了。但是这个你去想想，这些钱不都是白费了吗？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去买这些莫拉固的变成拍档骨下，对不对？破铜烂铁的东西，这个值得吗？你要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国民党蓝白两党的国会党团的成员都没有问到要点。你去问他说，我们钱都交了，为什么东西没有到？连这种问题也问了如果东西到，你就喜欢了吗？对不对？你这个问题，蓝白远也都问过了啦。你不相信，你叫高教育反映给赖清德，你看赖清德给他什么脸色？或者说教育讲得很好，你是讲是什么？我觉得海鲲号的问题是这样子对，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还不错。他昨天的这个遣示呢，他们是说成功，至少浮上来了啦。对，但是呢，因为昨天我们一个参会，然后有好几位这个高阶将领在现场他们就说这个还有问题很大了他说一般的这种潜舰的测试呢，你怎么潜个10公尺、50公尺，8个小时就上来了他一般这种测试呢，应该都是要1个礼拜10天，因为你而且深度要够，因为你有很多的你的很多的系统呢都要测试，而且事实上它那个压力才够。事实上，一般的状况，潜舰出去就很久了，你基本上都看不到它。对，然后有一个将领当然半开玩笑，不过也是蛮严肃的，他就说50公尺。
他弄那，他只要有那个一般的那个设备的话，他也可以潜50公尺，也可以潜呼吸管啊，对对对，也可以潜好几个小时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很严肃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接下来的就说战争形态，它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哈。那时候呢，在这个陈永康当这个海军这个司令，林玉芳委员，然后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你对于台湾的这种战略上面战备上面的这个需求，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军力，好，跟现在呢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差距。等到海鲲号呢能够整个能够成功，然后进入它服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又会有很巨大的改变。我们还要建造8艘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针对未来的台湾的防备的需要，要做一些比较前瞻性的规划？继续再回来。